为什么说众生皆苦？因为我们绝大部分人只有到死的那一天才会真正体悟到，也就是只有到死的那一天才会真正明白，原来一切都是空的，而你却执着了一辈子，还被他折磨得身心俱疲。人生很短暂，不信你回过头看看过去的几十年，是不是像做梦一样，仿佛就在昨天？我们只是借助这一生的皮囊来体验这短暂的人生。你来的时候啥也没有，走的时候也是啥都带不走，这一来一去之间，给你什么就用什么，来什么就体验什么不就行了？有缘的时候咱们好好珍惜，缘尽的时候好好放下。你何必那么执着，把自己折磨的人不人鬼不鬼的？一个人最大的智慧其实就是放过自己，最大的慈悲也是放过自己。说白了，人一辈子活的就是一个心境，你拼命追求到的任何事物，不都是为了内心的自由吗？有一句话说，众生真的很可怜，一个人此生没有福报觉醒的话，其实终其一生都是在痛苦的轮回当中。这种轮回就是没有时想要得到，得到了又想要更多，得了千钱想万钱，当了皇帝想成仙。你看你是不是这样的人？我们每个人钞票一天比一天少了，会紧张的不行，可是生命一天比一天少了，你在乎过吗？我们穷极一生都在用更宝贵的东西换取那些带不走的东西，以为用物质堆积出来的世界会更加愉快，到头来却发现自己拥有了一切，却从未拥有过自己。这句话我觉得很重要，自己拥有了一切，却从未拥有过自己。我们从出生开始就不停在得到、失去、开心、痛苦，这样的过程中无尽轮回。这个世界其实从来没有给你设限，是你对万物的执着困住了自己。万物其实只是因缘和合的出现在了你生命当中而已。除了感恩和珍惜，我们其实不应该有任何执念，任何的分别心。一切的分别执着都是因为人的妄念，缘尽之后自然会分开。学着放过自己，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其实都是为了让自己脱离这轮回的炼狱。所以人的这一生一定要遇见自己。所谓的遇见自己，那个自己是什么呢？佛家说自己是一团欲望，就是七情六欲，就是贪嗔痴念。见了自己，感受了本我和真我，你会发现自己的局限。这个时候你就会开始自我反省，自我内观，这个人就会变得更谦卑，更勇敢，他民归途。所以豁达，一个看不见自己的人，他一生大概率会低到尘埃里去，一生只能在生活的重压之下负重前行，寻不到归途，也找不到来路。而见了自己，你就会了无挂碍，会接纳自己，找到自己，给过去解释，给未来方向。其实见了自己，
你会爱上自己，会瞬间觉得自己怎么样都好。我虽然皮囊不够好看，灵魂也不算有趣，生于尘埃，溺于人海，关于我的一切平淡的不像话。可是即便如此，我依旧爱我自己。我是宇宙的孩子，和植物、鸟虫、星辰大海没有什么两样。道德经里面说，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很多人一辈子都在揣摩别人，却很少去探究自己。我们人这一生的关键，其实就在于不停去认清自己，因为这样你才能够活得通透。人生就是一场不断选择、不断经历，然后不断修行的过程。佛说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世间的一切如梦幻泡影，一般都是假的，留不住也抓不住，最终都会像泡沫一样消散，终归都是无常。但是正是因为它是无常的，如露亦如电，转瞬即逝，所以我们更应该在这无常的变化当中，寻求到我们内心的那份宁静和智慧。这尤其重要，用内在平静的力量，把自己从这些无名的痛苦深渊当中解脱出来，去寻找心灵的安顿。这个时候人就会很自在。人之所以痛苦，就是因为无常，就是因为无明。其实你要知道，无论怎么痛苦，无论怎么无常，也只不过是人生当中的经历。这些经历都会成为滋养我们灵魂的养料，对不对？所以放轻松，不要太纠结，也不要总是有特别多的执念，好好去体验游戏人生。我们就是来玩的，每一个朋友都得有这样的心境。我们就是来漫游地球的，是这个地球的一个旅客，就这样漫游几十年，体验人生。从更高维度来看，人生是什么？有缘人，很多沉浸在痛苦当中的朋友，这句话你一定要听好了。人类社会真实存在的概率几乎为零，所以你想一想，你的那些痛苦，有些时候真的是没有必要了。从高维来看，人生不过是被造物主早就编写好的一串代码，就是一组程序，一切都像是假的。那么延伸来讲，就是在这个宇宙当中只有一个人，那就是你自己。你看到别人的美，说明你内心是美的；你看到别人的丑，说明你的内心是丑的。美与丑，好与坏，一切都是经由自己投射出来的。如果你的内心没有障碍，那是不可能投射出残缺的相的。因为佛家说，我本无相，一现万象。我是何相取决于你，是因为你让我在形形色色的众生当中看到了我自己。这句话我们大家一定要好好体悟一下。所以人的一生想要顺利，想要圆满，想要修炼无相的能力，就像《金刚经》里面说的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其实就是说不要着相。你要知道，我们一旦褪去了皮囊，人不过是206块骨，而穿上衣服呢，人却有了18000种相。
这18000种相环环相扣，一物降一物，所以唯有离相才能明心见性，回归无畏，回归本源。所谓的相是什么？其实就是我们眼睛看到的，鼻子闻到的，耳朵听到的，身体感觉到的，以及头脑当中思维想象出来的，这些都是佛家说的眼耳鼻舌身意，声香味触法。我们所感知的一切其实都是相，正是因为它是相，所以它是假的。当我们的内心不被外界的种种假象所束缚、所迷惑，那么我们内在的能量自然而然就能生发出来。这个时候你就会进入到一种非常玄妙的境界。其实当你清楚了这一点，就会懂得，但凡自己的能量有不足的地方，那一定是自己的心被外界所迷惑住了，以至于自己全无生机。所以当你能够以空性的视角去看待世间万物，就会认识到世间万物的虚幻性。当我们的心不被外界这种虚幻的假象所套牢、牵绊的时候，你的能量自然就生发出来。宇宙是丰富的，它也是空的。希望大家都能够早日链接到我们内心那份丰盛、圆满、自在、高频、富足的能量本自具足。这个东西其实就在你的内在，照见自己。这就是跟大家讲的，人的一生一定要向内探索，所以修心才是生而为人走向幸福之道的利器。修心、静心、养心，悦心、悦身、悦人悦己。修心是一切意念的基础，心在什么境界，人就活在什么世界。人一旦开悟了，就会活在当下，每一个时刻，不再内耗，不再恐惧，不再抱怨，而是以一颗平和、善良、感恩的心去拥抱这个世界。众生皆苦，唯有自度。人一旦觉醒，便开始接管大脑和身体，完成使命。没有一无是处的人，只有没有找到使命的人。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，都是带着某种使命而来，但是对于没有觉醒的人而言，这一生都活在迷茫的迷宫之中，找不到出口，找不到方向。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，就是为了吃喝，就是为了活一天是一天，所以无限轮回。而人一旦觉醒，就开始接管了大脑和身体，从不受控制的大脑和被各种欲望所控制的身体中解脱出来，从而身心合一，只为那个真正的使命。转念发力。为什么我们要来此人间？曾经有个问题非常的火，如果有下辈子，你还愿意来人间吗？几十万人参与讨论，有人说再也不来了，人间太苦，也有人说还有好多遗憾，我想再来弥补，还有人说还没玩够呢，多来几次也无妨。其实来不来不是你说了算，而是你这如何对待这一生决定了结果。科学家们曾经做过一个非常有名的实验，发现人在去世那一瞬间，
体重突然变轻了，从而证实了人确实有灵魂的存在。如果按照这个说法，那就很自然地得到一个结果，人的主体部分就是肉体组织和大脑思维的组合，这就是典型的以人类视角看到问题的方式，人为主，其他为辅。但如果我们以整个宇宙的视角看待地球，看待人类，你会发现人并非主角，人和其他所有生物一样，只是人更懂得利用资源生存下去，所以才有了众生平等。所以当我们跳出人类思维的局限，你才会感受到人并非主体，真正的主体是更高一个维度的东西，暂时依托于人体而存在。换句话说，这个东西也可以依托于某种动物而存在。换句话说，那个东西才是我们真正的主体，我们暂且称之为灵魂。就像我们很多时候第一次见一个人就似曾相似，第一次去某个地方就感觉曾经来过，冥冥之中就有很想做什么的冲动等等，这些都不是大脑思维和这个肉身可以理解的。那么是谁在似曾相似？谁又曾经来过？谁又在冲动？是人背后的主体。就像牛一辈子都不会流泪，可是当面临被宰割的时候，他流泪了，甚至下跪了。是牛在流泪吗？是牛在下跪吗？是牛背后真正的主体。我们不是地球的产物，而是宇宙孕育的产物。失去了宇宙作为背景，我们根本无法产生。就好比一棵树不是森林的产物，而是整个地球的产物。失去了地球的环境，这棵树无法诞生。所以我们本身就是灵魂，来自一个更高维度的宇宙，并以一个不成熟、残缺、不完美的身份从更高维度降临到地球。地球就像一所学校，专门用来培育和修炼不成熟、残缺和不完美灵魂的学校。所有的灵魂都在这个由三维世界的各种相所构成的学校里挣扎，被自身的各种业力系统推动着，迷茫痛苦，找不到出口。这个世界在通过受苦受难的方式让我们改变和觉醒。你遭遇的一切都是设定好的，都是带着某种目的为你而来。在这遭遇过程中，有些灵魂开始渐渐地发现真相，慢慢地从楚门的世界当中醒了过来。他们不再抱怨，不再一味地认同，而是重新接管了这个肉身，做回了大脑和身体的主人。所以我们来人间的真正目的是觉醒，是摆脱对小我之身的认同，渐渐地让灵性回归。那么找到了我们的主体，觉醒了，那么问题又来了，觉醒之后干啥呢？每个人都有特定的功课要做。圣导圣和夫曾说，人生不是一场物质的盛宴，而是一场灵魂的修炼。怎么把灵魂变得更纯洁，才是人生的最终答案。这段话很多人看到了觉得很虚，和自己太遥远。
但其实这才是一个人觉醒之后最真实的表达。现在的我们是以人类思维和地球生存法则为指导来活着。请问，科技越来越发达，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好，那为什么人依然不快乐、不幸福，甚至痛苦和烦恼呢？问题没有得到解决，反而更多了。有人说，我娶到她就快乐了。那些在婚姻现场说着海誓山盟的人们都是这样想的，结果离婚争吵，互相伤害，不计其数。有人说，我有钱了就快乐了。那些富人的烦恼一点不比你少，抑郁和心理问题常伴左右。甚至有人轻声，众生皆苦，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苦要去承受。你曾经追寻的，得到了还是苦？你羡慕他人的生活，是只看到了美好的一面，苦的那一面请不要忽略。其实不是人不快乐，而是你的小我之身不快乐。你真正的本性是快乐、富足、喜悦的，就像你小时候会莫名其妙的开心大笑，这就是你本性的自然流露。但是为什么我们长大后烦恼和痛苦就开始不断的出现呢？这就程序的设定，通则不痛，痛则不通。所有的事情都是自然发生，但是反馈到我们自己身上就变成了痛苦和烦恼。那说明我们在这一点的本性给遮盖了，需要打掉这个障碍，让自信展现出来。然后你会发现，每一个人不管出生、性别、国度、肤色，他一辈子都要经历种种遭遇和磨难，这些磨难就是他们来自人间必须要做的功课。有人说，他为什么命那么好？他为什么那么顺利？好像没什么烦心事。那是因为他来之前经历过了，历练过了，修过了，而你以前没意识到，逃避了，没有去练过，所以还得继续。如果依然无所谓，那也可以，后面继续再继续，轮回再轮回。那些痛苦的事，难受的人，不堪的遭遇，内心的折磨，都会似曾相似的一遍遍的到来。因为这是你的功课，你必须要做完，做合格才算闯过去。所以我想说，生而为人不容易，如果一辈子又一辈子浑浑噩噩不得觉醒，那么将永远在惯性系统之中深陷人间八苦的折磨。我们不要去对比，也不要去看别人怎样，每个人的功课都是千差万别的，你只能靠自己去完成功课。就像生病，别人再怎么难受，这个痛苦还得你自己去完成。就像分手，别人再怎么开导，这个撕心裂肺还得你去体验。就像旅游，别人说的再好听，这个喜悦也得你自己去经历。可这些没有觉醒，他是无法意识到的。唯有觉醒之后，才能一步步地找到自己，并借助这个肉身，让自己摆脱痛苦和迷茫的轮回，解脱了出来，我们才会痛彻心扉地明白，
天下之苦，唯有自度。一切问题都是自己的问题，不再抱怨，不再诉苦，不再评判，不再怨恨，转心向内即是出路。我们在工作、生活、感情、事业、婚姻当中遭遇的一切不公、伤痛、苦难、烦恼、痛苦等等，都是我们修炼心性、成长自己的契机和外援，借助它们来成全自己，打掉心中的疙瘩，让灵性的那个我渐渐地呈现出来。这灵性一旦觉醒，便跳出了人类思维的限制。人一旦觉醒，便是通透和强大。高维心法让你的人生顺畅无阻，重塑大脑，活出自我，强大内心的修行之路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众生皆苦，唯有自度。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，只有过不去的心。心若安然，万般皆自在；意若随缘，千愁皆可散。不求事事如意，但求无愧于心；不争是非对错，但求随遇而安。苦乐皆由心造，得失皆是因果。放下执念，方得清净；随顺天意，方得自在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